再把目光转向乌克兰，本轮乌克兰危机已经持续约1年的时间。美国最近对俄罗斯提出的安全保障要求作出回复，俄总统普京周六首次对此发表意见，认为美国完全没有考虑俄罗斯的主要关切。军事方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联合军演在即，大量武器装备和军队已经在白俄罗斯集结。与此同时，英国方面追随美国脚步，英国首相府表示，考虑向东欧增派英军。一系列动作让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据俄罗斯《生意人报》周六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通电话时，首次就美国和北约对俄方提出的安全保障要求的回复作出评价。克里姆林宫称，普京在通话中表示，美国和北约在回复中完全没有把俄方的主要关切考虑在内。普京指的是俄罗斯要求北约不继续东扩，不在俄边境附近部署攻击系统，以及北约将在欧洲的驻军打造的军事基础设施退回到1997年时的状态。实际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在接受俄媒采访时也表明了与普京类似的立场。然而，普京和拉夫罗夫都没有明确表示与西方的对话不成功，同时也没有明确俄方将立即采取此前一再宣布的报复措施。圣彼得堡大学副教授格里戈里认为，尽管美国和北约的回复明显令人不满，但俄方已取得了很大成就，即确保对方开始听取俄方意见。格里戈里还认为，美国和北约的立场发生重大变化，现在美国正在考虑继续与俄罗斯就安全问题进行对话，这是以前没有的，不排除未来继续对话会变得更有成效。俄军事专家鲍里斯·罗任认为，美俄双方都在评估继续采取各种对策的成本和后果。过去2、3年以来，俄罗斯一直向美西方发出这样的要求，但是都被西方用比较傲慢的态度拒绝了。也只有在这次呢，就俄罗斯用这种强制性外交，用调整军事部署的一种手段，才把西方逼到了谈判桌上。应该说双方实际上我们看到，应该是处在他们的之间关系处在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在下一段就是俄与美西方关系的一个主题，就是未来欧洲安全秩序的一个整体安排。就在美俄外交博弈持续推进的同时，各方在军事方面的动向给乌克兰局势又加了一把火。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将于2月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当地时间周六，俄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12个铠甲 S 防空系统已经抵达白俄罗斯，目前俄军队正在前往白俄罗斯的途中。有视频显示，俄罗斯军方近日用火车把多辆军用卡车运送到了白俄罗斯境内。这里位于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接壤处，距离乌克兰首都基辅只有75公里左右。俄媒报道指出，俄国防部日前表示，俄罗斯已向白俄罗斯派遣12架苏35战斗机和2个营的 S-400防空导弹系统。此外，俄伞兵部队已于上周早些时候抵达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司司长沃伊诺夫少将表示，此次联合军演的目的是评估军事指挥部门及部队完成保障联盟国军事安全任务的能力。与此同时，北约各国的增兵动作正在不断加码。英国首相府周六表示，首相约翰逊正考虑向北约增派英军。英国首相新闻处发布消息称，由于乌克兰周边局势，该国正在考虑将其在爱沙尼亚的驻军人数加倍的可能，并输送防御性武器。据悉，英国代表们将于下周在布鲁塞尔与北约代表们就该提案的最终细节达成协议。不过，英国也没有排除用外交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可能性。据英国广播公司周六报道，英首相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约翰逊将于近期与普京通话并访问东欧。外界注意到，英国的动作是在追随美国的脚步。上周已经有8500名美国军人接到命令，做好准备被派往欧洲，以加强北约东翼的军事实力。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美国领导层明确表示，无意在乌克兰危机升级时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参加战事。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北约不会向乌克兰派遣作战部队，但正在考虑进一步加强其在东欧的军事实力，防止外界对任何北约成员国发起攻击。北约日前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成员国已在东欧部署了一些部队。丹麦正向波罗的海派遣一艘护卫舰，还将向立陶宛部署4架 F-16战机。西班牙正派军舰加入北约海军，并考虑向保加利亚派遣战斗机。荷兰将从4月起向保加利亚派遣2架 F-35战机等。不过，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由于德国近些年不支持出口致命性武器，因此德方拒绝为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它并不是针对乌克兰本身，它丝毫没有说要
要帮助乌克兰扭转局势的这个可能性。但是确实呢，就是说但是它主要从体现出来是一种政治上的支持，一种政治上的表态。这个有可能会增强乌克兰内部的主战派的一些信心，会使得部分的这个主战派或者说是这个极端组织会变得更加激进。对于北约国家的增兵动作，匈牙利发出不同声音。该国国防部长蒂博尔本科表示，匈牙利有足够的国家武装部队，因此在其境内增派北约部队是不适当的。不愿意趟浑水的还有瑞典和芬兰。为了全方位围堵俄罗斯，美国和北约最近在1天之内向这2个北欧国家2次提出入伙邀请。在俄罗斯政府要求北约不再扩张的背景下，北约秘书长直接喊话芬兰和瑞典，称即使不经过长时间的审核，北约也会接纳2国成为自己的一份子。美国国务卿也喊话称，北约与芬兰和瑞典有着天然的共通性，军事上也有着天然的契合点，相信2国一定可以快速和北约国家融合到一起。对此，芬兰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回应。芬兰外交部长佩卡哈维斯托称，现在的局势发展已经说明了一切，地区的不稳定就是因为北约不肯放弃扩张行动引起的。在这个时候，芬兰没有计划加入到北约，芬兰更想独立地制定国防政策，在处理地区关系上能够完全自主。和芬兰一样，瑞典也向北约传递不加入的明确信号。瑞典外交部长安林德在欧盟会议举办前明确指出，瑞典致力于独立地制定保证自身安全的行动，无意获得北约的保护。瑞典有自己的方式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芬兰自己也很清楚，就如果说自己真正加入北约，真正让北约在自己国家驻军的话，其实也会很大程度上会激怒俄罗斯，会打破这样一个自己在这个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相对左右逢源的这样一个中立的立场。就在北约国家因为乌克兰局势选边站的同时，作为当事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声批评了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媒体对乌克兰局势的报道有点不平衡。他在周5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乌克兰紧张局势的过度炒作已经对其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他补充说，最近已经有数十亿资金被撤出该国。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美国宣称美军会很快抵达东欧，而俄罗斯也对美国的书面回应不满意。那您觉得乌克兰危机怎样演变？主持人好，俄乌边境危机呢，现在进入到典型的安全两难。美国虽然宣称呢要通过外交来解决冲突，但仍向东欧国家加派美军，威胁说呢俄军要进攻将面临可怕的后果，走的是军事威慑的路子。俄罗斯呀虽然说不会发动战争，但坚持呢不允许忽略俄罗斯的利益。那么最新的动向是，俄罗斯呢将血液及其他医疗设备运到了俄乌边境部队，颇有准备打仗的架势。美西方在媒体上呢强调的是，乌克兰边境上部署着俄罗斯大军，形成包抄之势，俄军入侵啊紧迫，而且可能性很大。那俄罗斯的媒体上呢讲述的是，北约包围了俄罗斯欧洲部分，在家门口呢形成围堵之势，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必须呢坚决的反制。那么从乌克兰发射的导弹只需要7到10分钟就可以击中莫斯科，这种危机感呢也是真实存在的。很显然呢，美俄之间呢是针尖对麦芒，都在做战争准备，都没眨眼。而夹在中间的欧洲则在努力的劝说这个美俄呀缓和关系，争取呢避免战争。倘若战争爆发，即便是小规模的战争，美国呢也会经济制裁俄罗斯，而欧盟的损失呢将会很大。俄罗斯呢是欧盟第5大贸易伙伴，也是欧盟呢最大这个能源供应国，而俄罗斯呢还没有进入到美国贸易伙伴的前30名。所以呢，美俄对峙最忐忑不安的，除了乌克兰，就是欧盟国家。不过呀，自从俄乌法德欧洲4国进行谈判以后啊，这个紧张状态呢似乎稍微缓和，起码呢是延后。所以呢，2月中旬将会再起波澜，看俄乌边境呢会不会发生比目前呢更刺激的事端。就是说呢，美俄对峙仍在持续，就看欧盟有没有能力缓和紧张。当然呢，还要看乌克兰如何表现。解除危机的最佳方式，或许呢是乌克兰出面表态，暂不加入北约。这就要看乌克兰呢在美俄的战略挤压中还能挺多久，能不能呢算计清楚
这个执意加入北约的代价，特别呢是长期的经济代价。否则呀，这个俄乌边境上的一场小规模战争可能难免，吃亏最大的仍然是乌克兰。